呢一種嘅觀點，呢種嘅視線咧，你就會發現一樣嘢。嗱，當有齊呢一個，我相信係時候我同大家去分享真知識嘅秘密喺邊度啦。原來去睇人類歷史同埋每個國家嘅變化咧，尤其是佢哋最大變化嘅時候，嗱，正如我哋睇啦，全部都係最大變化嘅時候。原來佢哋最大變化嘅時候咧，係可以用拉繩去理解一個秘密嘅。嗱，記住，我哋而家唔係就咁普通拉繩，係佢哋最大變化嘅時候。譬如我舉個例，首先用巴比倫先。巴比倫係基本上係現時人類歷史上最宏偉、最富庶、最偉大嘅國家。因為到現時嚟講，就算美國啊，都以巴比倫做佢哋嘅所崇拜嘅對象。所以歐盟佢嘅建築物咧，佢嘅設計其實同巴比倫嗰個建築物咧，嗰個塔咧係一樣嘅。所以我哋睇呢個圖咧，你就會見到咧，其實佢係抄翻佢嗰個做出嚟嘅啫。但係點解佢起到照翻巴別塔一樣咧？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崇拜巴比倫。當時曾經係出現過一個國家，而聖經都親自印證，就係佢係世上最強大嘅國家㗎。而呢個國家強大到個階段咧，甚至聖經講啊，敵基督喺啟示錄嘅時候咧，佢都係以復興巴比倫為己任嘅。所以喺啟示錄嘅時候都係講敵基督係巴比倫，就係咁解啦。而事實上，聖經裏邊一直都係講有兩個城市，一個係耶路撒冷呢個城市，一個係巴比倫嘅城市。耶路撒冷嘅城市就係教會所代表嘅，亦係代表神所建立嘅嘢。巴比倫係代表咗乜嘢啊？撒旦同埋佢嘅榮華，同埋佢個建立嘅嘢。我哋今次嘗試從巴比倫呢個咁強大嘅國家去睇下，究竟用真知識可以睇到啲乜嘢？如果我哋講巴比倫，佢喺時代歷史變動最劇烈嘅嗰一日，因為我就係講啦，原來喺時代歷史變動嘅時候，神拉緊繩啦，係咪變化嘅時候？巴比倫喺歷史上最神奇變動嘅首選嘅嗰一日係邊日啊？一定係嗰日㗎啦，因為巴比倫係一日裏邊亡國㗎嘛，係一日裏邊講緊。嗱，巴比倫嘅出名在就係佢嘅城牆係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啦嚇，就係佢嘅城牆喺即係並排4架馬車都可以行得到嘅。佢嘅城牆係打唔入嘅，而並且個裏邊儲咗斷10年計嘅糧食嘅，所以冇人可以攻得入去嘅。要攻入去咧，要講你喺外邊打20年都差唔多。而佢亦有一條河穿過去佢成個嘅巴比倫，而導致佢哋唔會缺水嘅。所以喺歷史上，巴比倫叫做一個攻唔陷嘅國家嚟噶嘛。但係點解佢可以喺一日裏邊攻陷咧？最神奇嘅嗰一日就係主前嘅539年10月12號，而呢一日咧喺一日之間係亡國。而呢件事件就記載喺但以理書第5章第1節。伯沙撒王為他的1000大臣設擺筵席，與這1000人對面飲酒。伯沙撒歡飲之間，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中所掠嘅金銀器皿拿來。王與大臣、皇后、妃嬪好用這些器皿去飲酒。於是他們把耶路撒冷神殿庫房中所掠嘅金器皿拿來。王和大臣、皇后、妃嬪就用這器皿飲酒，他們飲酒讚美金銀銅鐵木石所做嘅神。嗱，你會睇到呢一個咧，佢哋因為佢滅咗以色列，而搶咗佢哋聖殿裏面嘅器皿，呢個出嚟咧，佢哋喺呢個皇帝伯沙撒真係可以話非常之風光嘅時候咧，因為佢請成1000個大臣食嘢啊嘛，咁佢就拎呢一啲嘅器皿出嚟飲酒，褻瀆神兼夾，仲要去讚美呢啲金銀寶石嘅神。我想俾你知道，呢個就係典型外邦人會做嘅一樣嘢。佢哋唔知神係邊個，佢哋走去敬拜佢哋想像得到嘅神。太陽係神，牛又係神，金銀木石做嘅偶像又係神，係一件好無知同埋好可悲嘅事。但係就喺呢件事咧，神要證明俾佢睇，同埋俾我哋睇，究竟邊個先至係神。喺呢件事發生一件嘅事件，突然間有隻手喎，淨係得一隻手啫喎，即係你我想象你見到嘅時候，你都要好腳軟係咪？見到一隻手就喺對面埲牆嗰度咧，佢開始寫咗啲字出嚟。當佢寫呢啲字咧，直情咧當時呢個皇帝嚇到佢雙腳打顫啊，因為佢未見過、未諗過有咁可怕嘅事就喺眼前出現。但係寫咗啲字，佢哋又唔明呢啲字係乜嘢喎。而你嘗試去睇下呢一個圖，你就會見到就係呢啲嘅字喺牆上就寫咗呢一紮嘅字。佢哋冇話解到，而呢個皇帝驚得好緊要，因為佢覺得係一個兇兆。咁事實上真係一個兇兆，因為就係嗰晚佢滅國，就係嗰一晚啊！
你話幾傳奇啊？歷史上真係記載呢一晚嘅，所以呢一晚係好出名嘅。所以點解歷史上會記載咗呢一個嘅日子、年月日都記載咗咧？就係主前嘅539年10月12號咧。點解會記載？因為呢件事實在太轟動啦當時。當然大家都諗唔到佢點樣去亡國啦，但係總之佢知道係一個兇兆，於是乎佢周圍問人，但係冇人知，直至到咧個太后咧佢講話，以前有個人叫但以理，佢能夠解得到呢啲嘅異象、呢啲嘅異夢。於是乎呢個皇帝去請翻佢出嚟，佢要求佢解，而但以理就解得到。佢解就喺但以理書第5章第25節嗰度講。但以理講話所寫嘅文字係尼以尼爾提克勒烏法爾。講解是這樣，尼爾就是神已經數算你國嘅年日，到此完畢。提克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嘅虧欠。皮勒斯就是你嘅國分裂歸於馬代和波斯人。事實上，第30節就講，當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殺，馬代人大利烏年62年取了加勒底國。因為原來喺當晚咧，佢嘅敵人做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佢使到成條河乾咗，然後佢哋行河底入去，全部軍隊入去嘅時候咧，啱啱個皇帝又大宴親朋，全部都冇打仗，冇預備，個個喺度飲飽食醉，所以入到嚟嘅時候咧，喺完全冇反抗底下咧，當晚呢個國就滅咗。可以話好戲劇性係咪？可以話係好震驚係咪？但係呢度咧就係裏面隱藏兩個秘密。點解呢隻手喺埲牆度寫字咧？因為牆就係巴比倫嘅榮耀啊嘛，係佢哋最自豪啊嘛，佢哋埲牆係佢哋嘅保障啊嘛。第二就係呢埲牆裏邊所寫嘅字咧，係尼以尼係克勒烏法爾啊嘛。咁其實原來一般你能夠了解原文同埋睇呢字，你就知道其實呢度原來係一個重量嚟嘅喎。所以點解呢度講到就話關於神將佢放喺天平裏邊顯出個虧欠就咁解啦。因為原來呢一紮嘅字全部都係重量嚟㗎。尼以尼爾就係1000咁解，所以係兩個1000，嗰度係2000。提克勒係20咁解，烏法爾就係將1000除2，即係500咁解。所以加埋尼以尼爾提克勒烏法爾就係1000加1000加20加500，就係等於2520。記住呢個數啊，因為一陣間我哋會呢個數有一個好特別嘅意思，喺下個禮拜裏面都好重要。總之2520呢個字就係神將佢放喺天平裏邊，神已經數算嘅年日，佢哋嘅國到此完畢，就係2520嘅意思啦，係咪？咁事實上記住咯，就係539年主前10月12號咧，巴比倫亡國。咁但係呢個時候神做咩咧？咁如果按照我哋就所睇，神喺呢個時候拉繩咯。喺度我想問你一樣嘢，你有冇諗到喺呢埲牆如果拉一條繩去到耶路撒冷，個距離係幾遠咧？原來佢拉條繩去耶路撒冷嘅距離，當然係一個弧度啦，係咪？弧度記唔記得我哋講嘅約櫃呢個字啊？當然佢會係一個距離啦，但係個距離會唔會係代表個時段咧？因為聖殿就係代表咗時段咁解。而會唔會拉呢個距離會代表咗就好似約櫃裏邊所代表就係神嘅同在、神嘅掌管、神嘅控制、神係一切嘅出發點。原來我想你知道冇錯啦，原來喺呢一點呢一埲牆拉一條線去到呢一個嘅耶路撒冷聖殿嘅呢一個所羅門殿嘅根基石嗰度計咧，佢嘅距離就係539英里啦，真係神拉繩咯。而家我哋睇呢一段嘅圖，首先喺呢度俾嗱，因為而家呢個只係第一個拉繩啦，咁我哋應該會拉好多個繩呢2個禮拜。咁我想喺呢度俾少少嘅根基，大家知道呢個係一個好好帶人信主嘅方法嚟。